饲养员假扮熊猫爸爸。叮叮当当。What you think? What you is good? What is good? 내 느낌대로 할 거야. You better take a hike. Oh, the misery. Everybody wants to be my enemy.挑战全网最好辨认的大熊猫，第1名七仔。这是第一只圈养的棕色大熊猫，不知道是出生没了墨，还是后期上了色，导致七仔与他熊猫都不一样，但它却是所有熊猫都羡慕不来的，是唯一一只能够拍彩色照片的大熊猫。然而它的熊生也是坎坷，父母认为它是另类，于是遗弃荒野。不过千好万好，不如现在过得好，妻儿成群，但却没有一个孩子遗传他的棕色毛发，所以网友们对他后期染色一说就更加怀疑了。第2名花花，作为熊猫界的顶流女明星，即便在一群熊猫当中，也能一眼就找出花花。小短腿，没有脖子，圆滚滚的像个煤气罐子，从背后看还是个三角饭团，身高只有其他熊猫的一般大小。如今在读幼儿园博士生，性格极其温顺，可招人喜欢了。第3名袁小，由于从小就喜欢看热闹，在2只小伙伴干架的时候，袁小吃瓜距离太近，导致其他2只小熊没受伤，反而把袁小推倒了，最后落了个大腿骨折。为了给袁小疗伤，把他下半身的毛都给剃了。视频一传到网上，袁小瞬间就火爆了，网友们称他为脱裤熊袁小，后来转去其他园区改名叫乐水，但脱裤熊的黑历史也没能洗掉，真是笑不活了。第4名奇一，说到奇一，大家都看过梅兰肉肉揍他的视频，胳膊都抡起风火轮了。黑历史大家都知道，长相就不明确了，他头上一撮毛，奶爸剪了几次又长出来了，看上去像个爱饭一样，这便是奇异了。福宝回国后谁照顾他最合适呢？网传福宝是块烫手山芋，回国后肯定不好照顾，因为福宝情感非常丰富，而且自尊心也特别强，在江宋2位爷爷的宠爱下长大。最重要的是2位爷爷教导方式特别人性化，在他们眼里，福宝就是亲孙女。将爷爷给福宝喂苹果，福宝生怕咬到爷爷，导致苹果没接住掉了下去，将爷爷就捡起来用水洗干净后，才又给福宝嘴里喂，奈何福宝还是没接稳，将爷爷不厌其烦，再一次拿去洗，而且不是直接放水里洗，因为福宝平时都是在这里喝水的。自从这以后，福宝就特别爱干净，掉在地上的东西，福宝坚决不多看一眼，哪怕是他最喜欢的东西。当福宝的2个妹妹出生后，江爷爷和宋爷爷陪伴福宝时间也少之又少，在圈舍里，妹妹喝奶时发出的嘤嘤叫，都会让福宝醋意大发，更别说当着福宝的面抱着妹妹玩耍了。随着福宝回国的时间越来越近，宋爷爷的头发都白了很多，尽管有10000个不舍，福宝也终究是租借来的，但爱不释，只希望福宝回国后能依旧活得灿烂。宋爷爷也表示，如果条件合适的话，他也会来看福宝，但不能在福宝面前愁眉苦脸，不然福宝也会难过的。福宝流量这么大，回国后肯定也会被重视，但对于由谁来照顾他，相信很多人都希望是刘娟奶妈，因为在出国之前，乐宝就跟刘奶妈关系特别好，也是她把爱宝和乐宝送去韩国的，还陪同乐宝和爱宝生活了一段时间，解决了不少难题，连江爷爷都十分崇拜她。但刘娟奶妈目前在都江堰照顾美香天天一家，而当初叫乐宝猪头心的于奶妈，
连度蜜月的时候都抽出时间去看乐宝，一定也会疼爱福宝的。所以我认为于奶妈肯定是不二人选，你们觉得呢？喂！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，努力到河底，经过几道山壁，看到一点光圈，不确定是不是这里。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，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，擦拭我的脑袋，没有机会返回去。直到我听见一个声音，我确定是你，可你怎记得我？我带来了临界的消息，可我怎么告知你？是一个相遇。我记得这里是片树林，后面有个山坡，山坡上的枣树，每当秋天到来，我们把枣装满口袋。我记得除了朋友，我还走过你的束缚，你总喜欢跟在我的屁股后面，只是为了那一个从前。我记得我们曾是恋人，后来战争爆发，你上战场后就再也没有回来，直到收不到你的信。我们总这样相互怀疑，却要重新开始，我送给对方说着来世再见，再次是一个相聚。